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27号，星期六。我不知道这 LV 门口每天早晨都有看上像排了一宿队的人，不知道排队干嘛呢？然后那橱窗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做的特像真人的假人，跟那儿动，跟那儿浇花。看这个 Nike， 这好像是大阪最大的一个 Nike 的直营店。我才发现这个飞马都出了40了，这些可以呀、但是其实现在没有太大的竞争力。它那个价格其实，我说实话，就是除非您是富人，否则的话，舍得花原价买飞马的人，那对跑步已经有点追求了。那同等价位的话，可以试试碳板了。这个鞋比较尴尬，实话实说比较尴尬。就像昨天跟家属聊起鞋，就说，人家说到了一些品牌，我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啊，不一定是鞋，包括电子产品也是，你可能错失了一个小机会，然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。其实以前我一直是穿阿迪的鞋，在4%之前，但是其实我判断就是那2年4%太厉害了，然后导致你习惯了这个系列以后呢，你想再回去需要一机会，或者想再试回去需要一机会，因为毕竟它价格在那摆着。今天看听嗓音好多了哈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嗓子不舒服，单纯的。但是今天还是跑得短，轻松跑。因为我还是真正希望在6月份开始训练计划。今天就聊聊这生病和跑步的事儿。大阪真的是挺特别的，在日本。有人说，好多就是第一次来大阪的人会说，大阪像上海，就相对人比较奔放，比较自由，尤其是周末的早晨。刚才跑过这一片新斋桥这一片商业区，那刚蹦完迪的，然后还有路边躺着喝大了的，特别有意思，就没有其他城市那么严肃。今天还是就跑10来公里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哎，看又来到了大阪城。今天出太阳了啊，出来的时候19度，还是穿了条短裤。像这种就是人家联系我愿不愿意试试，其实有时候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有时候人家不知道你不在国内，这个就直接从国内寄过来的，那还是挺厉害，寄的还挺快。现在我其实一般这种我都说的比较实事求是，而且我说的直接点，就是我不参与分钱。所以大家就看我穿的效果吧。今天看看会不会出汗特多，因为我看昨天评论区有小伙伴说出汗多了这种裤子不好看。我原来胖的时候，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后来放弃这种裤子的原因只有一种，就是昨天我说的，那时候一直出汗多，二是呢可能也跟选择裤子的材质有关系吧，它湿了以后糊腿，而且磨裆，因为胖嘛。今天正好咱们试试，现在帽子已经湿了，身上还好。戴帽子这也是习惯，就有的人觉得戴帽子就好像脑袋上一直在下雨一样，啊，有的人就觉得舒服一些，我觉得舒服一些，包括臂套也是。这2天跑的少了，其实我现在身体状态问题不大了，
比昨天还好，但是呢，就照镜子看嗓子里能看到有明显的红肿，所以就还是放轻松，不想影响下个月的计划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希望能够，不管是病还是伤啊，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我对受伤的一些看法，就是你不能冒进。比方说你发烧了，不管体温多低，比方说你37度多一点儿，我也不建议运动了。室内的静态的，比方说你做徒手的室内的核心训练什么的还行，就不要做这种有氧运动了。有氧运动强度再低，强度也是大的。然后如果你有很严重的被动的咳嗽，也就不要做有氧运动了。那说明你的上呼吸道一直是一个应激的状态了。像我们生病或者受伤，身体会用更多的能量去修复受伤，或者说去和病毒对抗。那这时候你在运动训练，在训练啊，你可能消耗的太多，最后得不偿失。所以把握一个度。像我现在这个度，就是我把强度减半，我就很舒服。如果我哪天发烧，我就不跑，就这样。给小伙伴们的建议是这样，还是我说那句话，就是你有没有跨过那条线？那天我说的就是从锻炼到训练的那条线。我觉得我跨过那条线是全程马拉松跑进3小时之后，跑步的第7年、第8年。我感觉我的锻炼变成了训练，这个时候对身体的感觉呀，然后训练中的这个控制力啊都不一样了，你也会更理智一些，就是能做到真的激进不冒进，否则很多时候是把冒进当成了激进。所以建议初跑者小伙伴们可以保守20%。应该就差不多。像这个季节、这个气温的地方，不太会有流感了也。不过我仍然建议啊，如果您志在训练，每年去打流感疫苗。我老说这句话，因为流感给我带来过非常大的一次痛苦，就感觉那2周都要死了。而打流感疫苗呢，是一个最经济、直接、安全、有效的办法，能让你在冬天训练的时候不会因为流感而中断。这就像我刚才说，好些时候可能，一个很短的停止，就会要很长的时间或者很大的代价来弥补。你看我这半年的不规律的训练，现在就是在弥补。这个月现在400出头了，没有达到450。下个月的计划基本在450，之后看看能不能再回到500。因为在这边不像在北京那么多时间，白天训练的时间不多，只能尽力。因为450跟500其实就差，大概几天的白天的跑步。就是下午的。如果你是胃肠系统的病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还能控制住，判断标准就跟感冒发烧不一样了，你也不能判断说咳不咳嗽怎么样，你只要没有引起发热，可能就没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感冒发烧或者怎么着也好，绝大多数时候是病毒引起的，它对免疫力的要求就比较高，因为它只能靠免疫系统打败它。而你要是闹肚子这种，那很多时候是细菌引起的，它强度没那么大，对免疫系统的
需求也没那么大，它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没劲儿，然后让你觉得能量不够，但是降低强度是安全的。而病毒感染的这种，不管是流感、普通感冒还是新冠这种，如果你大强度训练之后，你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影响，这个东西就是此消彼长，还是控制在一个你能战胜它的范围内。不成熟的小建议啊，我不是学这专业的。另外这边其实也是完全取消了各种的防疫，也降级管理。但是这边其实确诊挺难的，因为这边抗原卖的贵，基本都将近2000日元一个，不会有人没事去买一个测的。所以身边应该充斥着很多，你看有人咳嗽啊，或者怎么着啊，这种就有可能是。我看国内现在也是可能又是新的一波。人类还是很渺小的，真的。跑者，万幸的是春天这个赛季过了，不幸的是呢，可能会影响夏训，因为不仅仅是你生命这一周停训或者怎么着，而是未来的可能2周左右的时间，你的有氧基础会被破坏一些，你要用额外的2周把有氧基础给找回来。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就是病了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有氧能力掉是很正常的，不掉才不正常，而且会一开始掉的比较快，越掉越慢。所以你一开始恢复跑的时候，你觉得一下特别不适应，但是恢复的也是一开始恢复的特别快。但是呢，你可能能恢复到80%，最后那20%要用额外的80%时间来恢复。这个放平常心，影响2周就影响2周。大部分小伙伴其实不会因为2周的训练而多影响秋季的成绩。你看我东京马拉松，其实如果拼尽全力，可能能跑个2小时45，那天的状态。但是我之前那几个月，就从北马之后那几个月的训练都不规律，或者说都不是很勤奋，跟北马之前，所以不用太紧张。那天还有个好朋友自己跑步组织弄的帽子，他送了我一顶，非常感谢。我也跟人家说，我说祝今年能 PB， 但是他回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也说中我的这个心里的点。他好久没有 PB 了，那确实是啊，现在想 PB 挺难的，虽然谈不上像240那么难，但是要拼，要很拼才行。因为你只要达到了你自己我老说的这个人的天花板附近，你想再走一步都很难，这大家都应该都能理解。不一定是在跑步这事儿上，可能有的人各方面，每个人都有长处嘛。您的这个擅长的这一点这件事儿，您做到了几乎的极致，你想再前进一步都是很难的。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聊聊身体的感觉。我其实也希望能测好多新鲜的东西。我是个挺保守守旧的人，比方说这个东西我习惯了，我老买它，试试新的东西，然后跟大家分享分享。期待技术的进步。我可能要比很多的跑者都更期待技术的进步。5月27号星期六清晨7点02，训练结束啊！不对，晨跑结束，13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44，1个小时，平均心率143，功率214，步频198。今天最后几公里稍微快了一点，就是进到大阪城以后加了一点速，加到了4分05左右，跑了2-3公里。为什么要加这个速呢？因为这3天一直是很慢，今天身体感觉其实没事了，但是我比较保守而已。所以呢，
保持一个速度感。速度感也是这样，就是一定要保持。如果你连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跑速度，可能你的能力没有下降，但是你没有那感觉了。这个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。然后跑这快的几公里就出汗了啊，脸上都是汗了。现在可能得20度。那看看这件衣裳，啊，还行，还行。你看我刚才脸上滴了一滴汗，滴上去汗是很明显有颜色的啊，所以说明这块还行，并没有渗出汗来。不过特别爱出汗的人，因为我也认识有小伙伴腰，尤其是后腰特爱出汗，确实是这种类型的短裤就不如半弹贴身的。就是每个人对装备的爱好和自己身体的情况不一样。就比方说像我现在这个身材，胳膊上的这种包 B 包，有人带手机那种，我不可能弄得上，就是跑2步就会掉的。那种弹性的箍特紧的呢又不舒服，我都再试试看看，找那种竖着的兜的半弹的压缩裤，今年再搞个1、2条，这样夏天跑步带相机就会舒服一些。因为对我来说，其实带相机是刚需，带水呢，大多数时候身体状态没事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是刚需，跑长距离再说。而且小伙伴说的对，这边基本上都是能直饮的水，行吧？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，就是生病以后一定是，保持不激进。对，生病的时候是，稳妥不激进；不生病的时候呢是激进不冒进。这样的话呢，训练就会越来越好，成绩也会越来越好，然后那种挑战后的满足感也会一直陪伴着您，是吧？那行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。然后明天咱们最后一个训练日还是回评论，加油干啊！咱们明儿见。